今年10月，中國經濟的數據公布之後，我看到不少經濟學家的第一反應是，這不是放緩，這是熄火。彭博社估算顯示，10月固定資產投資同比暴跌超過11%，是疫情以來最差的一次。而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，北京知道，但他選擇躺平。在投資暴跌的同一個10月，中國政府的財政支出也暴跌了。公開數據顯示，2025年10月財政支出同比負19%，這是2021年以來最大跌幅。什麼意思？就是在經濟最需要救命的時候，中央突然踩了剎車。為什麼？因為根據統計局口徑，今年 GDP 5%看起來穩了。既然穩了，那就可以跨週期控風險。於是，北京不打算再拼了，不再救，不再托底。北京選擇了躺平。問題是，高層覺得夠了。老百姓、企業、地方政府能撐住嗎？撐不住。這一次投資崩盤，不是經濟波動，不是統計口徑差異，而是遲到3年的政策報應。固定資產投資的崩盤是3年來最大的經濟真相。表面上，國家統計局告訴你，10月工業產值同比增長 4.9%， 環比增長 0.17%， 聽上去不錯吧？甚至挺穩的。但彭博社給出的 FAI 同比負 11%， 等於直接把漂亮的官方數據撕開了一個巨大的口子。如果投資是負的，生產怎麼能是正的？你想不通，銀行想不通，券商想不通，連高盛、野村、瑞銀都想不通。唯一的解釋是，真實經濟已經冷得發抖，但數據還在硬撐。一個更扎心的細節是，過去10年一直保持雙位數增長的製造業投資，在2025年突然墜崖，從 9% 掉到 2.7%。尤其是中國過去最自豪、最炙手可熱的行業，光伏、電池、電氣設備與高端機械，投資同比暴跌負 9%。這是一個可怕的信號。這意味着過去10年最具競爭力、最能拉動出口、最能消化產能的板塊都冷了。當中國製造不再投資未來，那未來還剩什麼？10月的數據不是經濟自己崩的，是政策崩的。3大信號實在太明顯。信號1，央行突然弱化貨幣寬鬆預期。央行行長罕見公開表態，未來貨幣政策以跨週期調節為主。翻譯一下，不再短期猛放水，不再為了穩增長犧牲長期風險，甚至願意容忍經濟下行。地方政府再也不能靠借錢刺激來續命了。信號2，中央給地方政府上手銬。彭博社、路透社、彭博經濟研究都報道，中央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壓制地方債務擴張，限制地方政府融資平台融資。你以為國家在穩經濟？錯，現在國家在穩債務。而過去10年中國的投資增長有多少是靠地方政府融資平台推起來的？你心裡比我清楚。中央一刀切斷地方融資，投資立刻斷崖。所以10月 FAI 暴跌 11%根本不是偶然，這是政策主動制造的。信號3，改革派邊緣化的傳聞。路透社爆出，以銳意改革著稱的證監會主席吳清可能因病卸任。消息發布後，監管部門迅速發布其出訪行程闢謠，但市場並不買賬，因為這件事反映了一個深層情緒：高層不再把市場化改革放在優先級第一位，穩定比改革重要，風險可控比發展更重要。這意味着什麼？意味着民營企業家會更保守，意味着私營部門投資會進一步萎縮，意味着固定資產投資不只會崩一次，而是長期下行。中國經濟學界有個著名的高善文效應，
他在2024年的演講中指出，2021至2023年間，中國 GDP 增速可能被高估，每年約3個百分點，累計高估10%。這個演講被審查刪除，原因你懂的。但問題是，如果把那10%高估的 GDP 拿掉，就業、消費、投資、出口，全部與現實人們的感受吻合。這意味着過去3年，中國經濟真實的增速並沒有看起來那麼亮眼，而投資數據的突然暴跌，正是因為水分開始被擠掉。高盛在2025年10月的報告中發現，過去 FAI 數據推算出的隱含水泥需求和真實水泥產量存在巨大差距，但最近幾個月正在迅速縮小。什麼意思？過去水分多，現在水分少了；過去虛報多，現在虛報少了。所以投資暴跌不是投資突然沒了，是真實投資與虛假投資之間的距離被突然拉到台面上。高層現在要的不是漂亮數據，而是真實風險，因為他們準備拆雷。這一切的根本原因都要追溯到疫情3年，收入下降，經濟停滯，消費下滑，稅收減少，土地財政斷崖，支出暴漲，核酸檢測、隔離成本、防疫基礎設施、紓困補貼，這導致地方財政出現史上最大剪刀差。左手沒錢進來，右手還要花更多，沒有錢怎麼辦？只能借。於是2020至2022年是中國近20年來地方債務增長最快的時期，地方政府債務佔 GDP 從疫情前的20%跳到接近40%，而中央不願意讓地方借太明顯的錢，於是更多債務被藏在了地方政府融資平台裡。2024年底，各類研究機構估算隱性債務規模超過65萬億人民幣，這是中國經濟頭上最大的原子彈。如今，北京終於不願意再繼續裝作沒看到，所以在2025年10月，他選擇按下了剎車，不刺激了，不擴張了，不托底了，先去槓桿。但問題是，恢復經濟可以慢慢來，拆雷不能慢。所以我們看到的不是穩定，而是裂縫；不是降速，而是熄火；不是軟着陸，而是硬着陸。你會發現一個可怕的現實：中國經濟不是在衰退，而是在退無可退。因為每一條傳統的增長路徑現在都已經走到盡頭。房地產不行了，庫存暴漲80%，一線城市租金收益率跌到1.8%，連二手房掛牌量都在歷史最高區間橫盤。基建不行了，地方債暴雷，地方政府融資平台被斷糧，連鐵公雞都在停工潮。消費不行了，25至34歲年輕人收入增速接近0，儲蓄率卻衝上歷史高位，連雙11都創下史上最低增速。外貿不行了，10月出口回落至 3.2%， 美國市場份額4年來首次跌破 13%。一個經濟體如果4大發動機全滅火，那就等於整架飛機在高空失速。而可怕的是，這架飛機的駕駛艙裡現在沒人想繼續踩油門，因為高層的結論已經非常明確，5% GDP 一穩，可以躺平了。10月財政支出同比負 19%， 是2021年以來最大跌幅。這不是沒錢，是主動收縮。財政政策從救命的輸液變成了戒斷治療。這意味着什麼？意味着中國正在經歷一場史無前例的財政版冷火雞療法，不刺激，不救市，硬控債。這是痛苦的，也是危險的，更是無法中途退出的。你可能以為經濟下行時中央會加碼刺激，如同2008、2015、2020那樣，但這一次完全不同。來自彭博、路透、財新以及券商研報的一致判斷是，
中央正在將穩增長放到第2位，把穩槓桿放到第1位。北京的邏輯很簡單，地方債就是經濟炸彈，必須拆掉，代價就是短期下行，忍一下就過去了。但問題是，地方政府沒辦法忍，他們在流血。數據非常明確，2025年地方財政收入同比僅增長 0.6%， 創30年來最低。土地出讓收入連續3年下跌，總規模比2021年腰斬。地方城投債利息支出平均超過 8%， 但新增融資被掐斷。10月地方專項債發行環比暴跌 65%， 為今年最低水平。你可以想象，一個被迫戒斷的癮君子，身上每一根血管都在绞痛。地方在繼續硬撐，但北京已不願再輸血。結果是什麼？固定資產投資斷崖式下跌，基建項目大面積停工，民企投資情緒崩潰，就業崗位無法創造，消費繼續躺平。這不是經濟週期，這是系統性脫水。來看看那些最能反映經濟真實狀況的指標。全國用電量增速跌到 1.1%， 為10年來最低。用電量無法造假，它告訴你企業在減產。貨運量連續3個月負增長，經濟裡的貨物流動正在下降。製造業投資崩盤，從 9% 掉到 2.7%， 創下10年來最罕見的斷層式下跌。尤其是光伏、電池、電氣設備這些新3樣，今年投資竟然是負 9%， 這在過去從來沒發生過。這可是中國最強的出口行業，連中國最依賴的產業鏈都開始退燒。或許你聽過一句話，中國的問題不是供給側，而是需求側。但現在的情況是，需求不僅在下降，而且在永久性萎縮。來看數據，2025年10月，社會零售僅增長 2.9%， 創1年新低。25歲以下群體失業率雖停更，但根據高校調研，實際失業加低就業率或高達 36%。居民存款超過146萬億元，但貸款同比卻是負增長。大家不消費、不投資、不借錢、不擴張。整個國家的經濟心理正在轉向3不狀態：不敢花、不敢貸、不敢創業。當一個國家4億中產都進入躺平模式，那整個經濟就真的沒人能救了。